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好，我们准备去俄勒冈的海边，顺便看一看俄勒冈最重要的军事历史遗迹。哎，这个好像是日本的那个太阳旗哦，像不像？是的啊，这是一艘潜艇啊。1942年6月21号啊，日本的一艘潜艇啊潜伏到了西塞德附近啊，就是我们营地附近了。没错，就是这儿附近啊，并且向这儿发动了炮击啊，有多枚炮弹啊击中美国本土啊，其中有炮弹就击落在这个地方，所以美国人立了一个碑。这是一个俄勒冈的地图的形状啊。哦，是这样的啊。美国西海岸这么长，他为什么派炮弹就要打西塞德呀？巧了，到这儿了，觉得这块挺空旷的。最重要是这个地方啊，历史上就是美国战略要地，因为它扼守着哥伦比亚河。哦，那就这个就是日本的那个手潜艇了。啊，这个就是它的潜艇。它等于说浮出海面打的炮弹。打的炮。哦，这是美国本土遭受攻击啊！没错，这是从1812年以后啊，唯一的一次啊，美国本土军事基地遭受到那个1942年那个珍珠港事件是19几年？41年。哦，在这个前面。所以那个珍珠港一直有人宣传，就是说是美国本土遭受的第一次攻击。那就是珍珠港不是美国本土。哦，这个地方讲的是 mainland， 是美国本土。这才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攻击。那上一次是1812年。不好意思的说是加拿大，但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说加拿大，也可以说是英国啊，因为当时加拿大还属于英国。我们这个房车旅行让我们特别悠闲啊。连这么一个小众的历史点都让我们学习了。对，这个地方根本就没人，你看，就我们家一个车，而且是新修的碑。这是一个房车呀，谁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房车呀？越野的房车呀！哇塞，真的是房车呀！我也不好意思去拍它那个里面。太平洋舰队司令员的座驾。但是它是房车呀，它后边改造成一个小的房车呀，不太好意思近距离往里拍啊。这不大。华盛顿的车。对，本地的没多远。它上面写 Canada、USA、Mexico。对呀。好看，好玩啊。好看。我发现了这么一个图标，太可怕了，有大猫啊。他说这个里边有美洲狮报告出现在这里边，然后他在教你啊，都怎么办。如果碰见这个东西啊，那首先就停下来，不要跑，你跑你跑不过他。然后呢 ，stay calm 就是你要保持冷静，然后 appear large 就是让你假装变得很大，就是双手举起。对，就是张牙舞爪的感觉。这和对付熊是一样的吗？一样的。然后，但是它有一个不一样，可能这个第4步叫 fight back，你就干回去，跟那干。骗谁呢？然后发出噪音，你的噪音如果大过它，这动物有的时候怕声音大的东西。这我可以，我有穿透力的声音。保护好孩子，不要独自的 hiking。不过俩人 hiking 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你今天没有带宋一的狗绳啊？我们把宋一带出来了，但是发现狗绳没有带。原来这儿有大猫，又批判我了。好，这边就是叫 Fort Stevens State Park， 这个就是 Stevens 堡州立公园啊。那么这边呢就是哥伦比亚河，河的对岸呢就是华盛顿州。那么这边呢就是太平洋，所以这是一个哥伦比亚河口啊入海处。所以呢，在这个入海处一共有3个地堡的防卫的地方，那其中呢，咱们这儿就是一个，然后另外2个呢在华盛顿州。这个地堡呢是1899年正式使用的。那究竟什么叫地堡啊？是在山里面是吗？还是在地下面？挖在这个河滩的半地下设施。然后还有很多的大的加农炮
都分布在这个附近。哦，反正就是防卫美国的西海岸。那大的加农炮，你想，这个已经是100多年了啊。固若金汤。对，啊，说话都有回响。离刚才炮击的地方只有8英里。有人说呢，来这个地方带点手电，我还真带了，看得更清楚。这是干什么的地方？啊，通往上面，还有电缆，外边就是这样的。你很难想象啊，这些东西防御工事都建于这个100多年前。还是有零星几组人在玩的哦。有，像不像天津的塘沽炮台？没有去过。塘沽炮台也是加农炮，我还真去过。对呀，也是大的加农炮。但是我看的那些那个炮，你感觉它能射到海里面？能够，但是精准度不行。这是什么声音？蝙蝠的声音吗？我天哪！不知道是不是？Melody 进这种地方有点害怕。我不进去，里面我感觉还有尿骚味。啊，这可以上去了。这都是100年前吗？为什么呀？看着铁锈倒是蛮有历史感的，这好像像一个旋转门一样。哇，你看这儿掉什么东西的？这肯定不是大衣柜啊。那吊枪的呗。枪还需要这么吊吗？我觉得只有屠宰场才用这样的钩子。你看它这个构造里面，这里面是水泥弄的石头，也是利用这些卵石。这是个鸟窝，你看，原来。我要上去了，上去看看。这就是一个大的加农炮台。旋转的。但是它这个已经被撤掉了。你看这里是一个透气的啊，要不然就是连通下面的坑。你说它什么东西需要这样钩子钩的？哎，它那个弄一个绳子一拉，是不是就把底下的东西能拉上来呀？哎呦，你那是在厨房了。上菜。这像司令官的指挥所。然后这边也有一艘炮，但是炮被撤掉了。原来可能没有这么多树，能够直接望向海滩打过去。这些炮台是往哪射炮弹？往那儿射吗？没错。哦，大海在那边是吧？没错，你从那边能够听到海的声音。哦，我天哪，那还离开海还老远嘞。对，加农炮嘛，打得远呀。那这些有效距离不就浪费了吗？那你不能在海边的话就被敌人发现了。哦。这个边的地方啊都比较隐蔽，其实从海里边的大的船只还真是不一定能发现。那前面那些茂密的森林原来有没有的喽？那原来树没有长那么高呀。对呀。或者它有必要的话也会给它砍掉。我就是觉得比较可惜的呢。本来有效距离，比如说2公里，这好嘛，1公里浪费了。那不行啊，那不能离海边太近了。而且它加农炮打的距离就是比较远。你想当年那个日本的这个潜艇啊，打到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打了一些炮弹。我觉得当年这些日本人可能也像完成任务一样，就是想告诉美国他有能力打到美国本土。特别是在珍珠港之后，我还是觉得蛮震撼的。没错没错。而且有意思的是，当地这些守军按兵不动。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怕敌人发现他们在哪里。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潜艇过来，所以他们也摸不清楚什么方向。对，因为他浮出海面打好炮又潜下去了。没错。也不知道到底来多少人，可能觉得先看看敌军的情况啊。所以呢，当时这些美国士兵是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只是
原地观察。那日本人打好炮弹，他也跑了。我觉得像完成任务一样，打完就跑了。那大的加农炮台，就是旋转的，可以嘟拉着它走。旋转的才会能够瞄准。但是你想啊，它旋转的这个尺码，跟实际能瞄准需要的那个，其实精准度差得很远。就是要留有误差才能打准。1899年啊，加农炮啊，这个你想想，天津的塘沽大炮也是那个时候的。所以啊，我就来到这儿，我就想起那个天津塘沽的那个对，那当时就是打不到他们呀，就是能打到它的距离，但是就是你没有太惨烈了啊！对，非常惨烈。一模一样的加农炮，是这个圈大，还是故宫那个九门钉上面那个圈大？这个大，这个大多了。而且这个粗。而且那个这个是铁的，你看它有铁锈的声音。比划一下，你看。故宫那个是铜的。这个，哦呦，嘿。声音还是蛮清脆的。对，声音很清脆，纯铁，铸铁的。手上都是铁锈味。指挥官大喊一声 ：“Fire！” 全体士兵啊！指挥官说：“原地趴下。”这里没有人管，但是会需要你自己付钱，就自助买票。就这样一张纸，对 ，permit 证明买好票了，放在挡风玻璃前面，对，把车停好，就可以周围溜达啦。没有人管，省一个员工的钱，但是他也收你的这个 permit 钱，然后俄勒冈居民便宜2块钱。就我们12，他们10块。对，他们10美金，我们12美金。车上只要有一个俄勒冈居民就可以了咯。他们应该不会管这么严。那我想是这样的。对呀，它是以车单位收费的嘛。以车为单位，这边特别流行就是以车为单位的，对呀，不是说以人为单位。没错啊，一般都是一个车多少钱？对呀，国家公园不都这么收吗？然后甚至呢，州立公园也这么收，相当于停车费一样，它就是收你1分钱，跟停车费一样的感觉。这里边有个小的游客中心，我们进去看看。对。这是一个美军军服啊！哇，这配的这个音乐啊，我就让我想起那个。你要是站在这个地方呢，声音会更好听一些，因为源于这里的音响。这里有个罩子，你看。好多那个民国电影都是这样的背景啊，音乐原来这个音乐是美国音乐。这个罩子特别好。就是把你那个罩在里面。对，别的地方听不到这个音乐。像不像80年代我妈妈烫头发的那个东西啊？把你罩在里面。像1号加农炮。比划一下。炮口啊，1899年，就是这样的大加农炮。我觉得这女军官的军服很漂亮啊，贝雷帽啊。你看，就是美国很多那个公园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粘纸。房车背后就是粘着不同这样的面子，证明他到过不同的地方。对，所以我叫它炫耀贴。只有粘满这种东西，你可以到各种各样小多一些对小众的地方。我们又来到了一片就是防御设施。它等于说这个炮台是一个连一个的对，它在很多地方。等于整个俄勒冈州很多地方都布满了这个。对，连同华盛顿州我们好像前年去过华盛顿州，有个地方也是类似一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没有航空母舰和核导弹的时候啊，对，美国人也是需要用最基本的方式来防御啊。我感觉啊，就是在近代美国历史里，除了日本人之外啊，没有谁真正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啊。那当然可能有人说古巴导弹危机啊这种事情，但是没有发生啊。对，但是那都只是日本的这个炮弹真的是打到了俄勒冈州啊。没错，那这个炮弹是真正的。说不定日本人就想有这么一个仪式感，有这么一个举动，
说不定他也并不想干什么。我认为啊，日本人真想把夏威夷拿走。你看日本人多喜欢夏威夷。那但是这个发生在珍珠港后面啊。我们也喜欢夏威夷。哇，这个感觉好点，最起码没有蝙蝠。Magazine room 弹药库啊。哦呀，弹药库啊！在这里领弹药来。从这儿领，朝这儿领。给我来一把那个来福98K 吧。AK47。啊，那或者是 M1。缺货。缺货。辟谣了啊，这都是小燕子啊，这不是什么蝙蝠啊，某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看那小燕子窝，是吧？哇，这个有炮哎！哇，这个炮大，这个炮大，这炮可以。但我不认为这个是原来的炮吧？啊，是原来的炮。因为它这个炮口可以抬起来，我还以为说这个炮怎么个头不对呀。哦，前方。Fire！ 发射！我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观察哨位啊。这边就是大的加农炮啊，远处已经可以看到海了。好，我爬出了战壕。刚才这个就是我的岗位。哦，我有。后面就是大加农炮台啊。看 ，Melody 发现啊，这个观察哨的地方啊，有传声筒哎。哎，那个像潜水艇的传声就是这样的。是，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多博学呀！我重新认识一下。重新认识一下啊，女性。这边的炮台就连成片了。啊，好多老外啊到下边去走步道啊，因为这里离海边已经很近了。其实很多人啊误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啊，觉得这个美国往往都跟现代啊科技有关。其实美国也是有很多历史遗迹的啊。而且这都没有人去修复它，真真正正啊摆在这儿100多年了。还以为啊这块是个平地啊。Melody 发现这儿还有一个出入口嘞，这是个地堡嘞。对啊，这还有个门嘞。啊，这可以站个人。对，这就是一个出入口。对呀，逃生的。你看它这管道是干什么用的？照明的。詹姆斯下士，快给我开门！啊！所以你看啊，它这个是个斜坡呀，从海上或者入海口这边过来，它是一个斜坡呀。它从海上基本上看不到这个里边什么东西，而且呢，就真正炮弹啊，也是需要打出非常完美的弧线才能掉落在这个地堡里。所以这防御工事还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经历过
战争的洗礼，但是经过了岁月的考验啊。所以我觉着啊，真正这么远的距离，拿一个小小的炮弹去打过去啊，还得画一道完美的弧线，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震慑作用吧，我觉得。对，我们在华盛顿州看到那个，突然想起来叫什么了啊？叫艾比，对，叫富尔艾比。对，我们也是2年前吧，就是买了房车之后去玩的。也是这样的大炮。对，当时镇守的是西雅图。对，当时买的是华盛顿州的州立公园年票啊。这个等于镇守的是波特兰了。对。它这道门里边啊是锁着的，明显你能感觉到这锁是新的，因为它现在呢普通的游客它不让进，它每周3到周日呢还要专门买一个票，有这种 tour 可以进去。我呢带了个手电，我看看里边都是什么啊？我能看到那个上面还有电灯呢，能看到这个里边的东西，它这个 tour。这tour呀，它肯定会展示一些就是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像一些古老的物件啊。对，这个是肯定它要放一点大招的。你刚才往里往里探的那个动作像不像这个像那个意大利的有一个著名的旅游场景，叫一眼三国。贼头骨脑的。就是通过这个小的那个钥匙孔啊，看见3个国家。我还真是为这个地方带了一个手电，一边用手电照着，一边往里拍。拍完之后，马上就引起了后边一个家庭的兴趣。所以说，一个好的游览和一个好的视频，事先还是需要做功课的。对，因为其实你看啊，就整个这景区里，其实是零零散散，根本看不了几个人。因为这个美国还是也算地大物博了啊，尤其是俄勒冈人口也比较稀疏。如果不是开房车的话，我们不会拿出这么大块的时间来看这样的东西。你肯定会找那种就是一眼能镇住你的。对，肯定是打卡，大家人人知道的东西。你是不可能就是特别有耐心的。对，就是一些小景点里去挖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走，基本上没有听到过别人用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交流，我们俩是唯一的。是，因为这个地堡呢跟日本人有关系，我都怀疑这些美国人会不会把我当日本人了。Melody 下士，给我集合一下队伍，我要检阅一下。我的冲锋号忘在寝室里了。同志们还没吃饭呢，是吧？喊。通讯基本靠喊。那么起床号也没吹啊，都在床上躺着呢。这个炮还真是原来的，然后这里有个地图啊，能够展示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就是哥伦比亚河，上半部分是华盛顿州，下半部分是俄勒冈州。这个河进去就可以通到俄勒冈最大的城市波特兰。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阿斯托利亚。那我讲的还有另外的堡，一个堡在这里，一个堡在这里，3堡联防。扼守住这个河道口。了解了一段美国的历史。对，可能美国人也不一定都知道啊，因为这比较偏偏角角的地方，在美国啊。对，首先你要感兴趣，还要有时间。对，有耐心啊，而且对这段历史还会有一点点兴趣。你有什么感触啊？感触就是，我是觉得看着这些废墟啊，我觉得人生啊，真的想明白一点。对。我老感慨的是大的方面，我就觉得美国的民族啊，他也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就是自信心也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啊。我老感慨小的东西啊，我看着这些废墟上面长着杂草，怎么如此坚固的东西，若干年之后也变成这样啊？那按你这说，那人都没了是吧？那不是，那不是，我就是说，就在活着的时候，还是要多激励自己。激励自己哪方面啊？就是要少工作，多生活，多活动。我们对于有人来讲，这叫懒惰自己吗？那也不是，因为你所住的房子，最后这个房子并不是你的。你所喜爱的所有的物品，包括玩偶，包括摆件，包括那个画，
有可能别人都不喜欢，对，最后就是垃圾，都是成垃圾。人家收走的时候，你还要给收垃圾的人钱。没错，现在收垃圾是要花钱的啊。对，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些就是非常坚固、非常华丽的东西，然后经过岁月的沉淀，最后就变成这样之后。我每都会映射到自己身上，这个还不错了，还有人参观当做历史遗迹，有些东西直接当垃圾扔掉。对对，所以说你还是那句话，我每次在这个视频的结尾还是都是要这么说这么句话，在你还能够走出家门、走出车门的时候，世界这么大，还是多来看看。能带走的也就是灵魂了，其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垃圾啊。对，好。